2020年初，从瑞典的媒体《快报》中得到消息，一款萨博公司自己研发的第5代战斗机，因为综合性能没有办法达到瑞典军方的要求，并且现有技术不能对其进行改进，所以决定将这款战斗机相关的项目下马。萨博公司作为和博福斯、希尔塞斯等军火商齐名的一家公司，他家的军事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商中非常有名。之前的 JAS-39 鹰狮战斗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为什么这款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最终没能继续进行下去呢？能够顺利研制出4代机的瑞典，为什么会在5代机上翻了那么大的跟头呢？这就要从这款 FS-2020 战斗机说起了。瑞典作为一个人口和国土面积都不是很大的小国家，在战机的研发实力上还是不能够和中美俄相提并论的。虽然它非常顺利地研制出了4代机，并且它的战机在气动布局和总体设计上非常不错，但是综合实力却明显没有那么强大。在 FS-2020 的研发过程中，这一点被完全暴露了出来。FS-2020 即2020航空系统项目，这是瑞典为了开发第5代战机拿出的方案。从方案中，我们能够看到 FS-2020 采用的是压翼三角翼的近距耦合式布局，它的压翼后缘是前掠式，并且压翼和三角翼的前后缘平行。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循，因为这样的主翼回波就可以用来隐藏压翼的反射，把这2个波瓣合并在一起。不仅如此， FS-2020 尾部的设计也很特别，它采用的是微尾设计。什么是微尾设计呢？这是一款当时只有 YF-23 黑寡妇才使用过的设计，它用2片夹角像 V 字的尾翼取代了平尾和垂尾，一举两得。这种机尾结构非常简单，而且重量相对较轻，阻力也很小，所以它的隐身性能特别好。因此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讲， FS-2020 的隐身性能还是非常强大的。但无论什么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就有弊，所以 FS-2020 的设计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 FS-2020 的压翼和三角翼耦合布局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瑞典在研发制造4代机鹰狮战机的时候，就在电传飞控上面遇到了瓶颈。当时如果不是美国出手帮忙，恐怕鹰狮的命运会和现在的 FS-2020 一样惨遭下马。可见5代机的压式布局是一件难度多大的工程，它需要达到的要求可以用变态来形容。除了超巡和超机动之外，它还要把压翼和主翼的反射关系处理好，更要把动作机构的隐身细节和压翼转轴的缝隙处理好。稍微一个不小心和疏忽，就会导致整架飞机的隐身性能恶化，失去它作为5代机最根本的尊严。FS-2020 更隐形的压翼后缘前掠设计，使得升力中心非常靠前。在这个基础上，它与4代机菱形机身的结合，让飞机存在气动上氧发散的危险。这个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有非常大的难度，这对于设计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机尾一物多用的微尾设计，其实相当于原本属于硬件的工程，现在用软件取代掉了，这样就给飞机的控制造成了很大的难度。这和鹰狮战斗机的飞控难度压根儿就不在一个级别上，这注定成了 FS-2020 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如果说上面的这些问题想想办法还是能够解决掉的，那么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应该是 FS-2020 存在的最大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单发设计，这种设计对于推力的要求非常高。就目前来讲，除了瑞典的这款 FS-2020 之外，其他国家研制的5代机采用的都是双发设计，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动力不足的问题给解决掉。而 FS-2020 舍弃掉了双发的方案，归其原因只能是瑞典没有把5代机的结构重量这个问题摆在首要的位置。要知道，为了能够产生足够的推力， FS-2020 需要多个额外的弹舱和更大的内部油箱，单是空重上单发5代机的重量就远远超过了单发4代机。举个例子来讲， F-16 的空重是 8.5 吨，但是到了 F-35 的时候，空重几乎成了直线上升，达到了 13.3 吨。所以在 F-35 的发动机选择上，美国采用的是推力高达19吨的 F-135 发动机。无独有偶，同为单发5代机的苏75用的也是推力达到了18吨的产品30发动机。因此，即便 FS-2020 最开始设计的起飞重量是16吨，但是想拥有最基本的作战能力，超重是必然的。从瑞典的实力来看，目前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掉战斗机的动力问题。
他曾经把在波音737民用涡扇发动机 JT8D 的基础上研发的 RM8 涡扇发动机用在了萨博37雷式战斗机上，并且这款发动机体现出了很高的航空发动机设计水平。然而鹰狮战斗机助力装置选择了美国的 GE400 发动机之后，瑞典自己的国产发动机项目就消失了，所以 FS2020 的发动机只能靠对外求购。而如此大动力的单发五代机需要的发动机至少都是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这种技术基本上已被发达国家垄断。而且单发战斗机的内部弹仓非常小，而 FS2020 的体型和枭龙战机没有相差多少，所以它的弹仓只能设计在腹部，这就导致了它的装弹量只有4枚。至于空导弹就想都不要想了，即便困难重重， FS2020 还是完成了首飞。当时它用的是 F414G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推力明显不能使该机在速度、机动性以及推重比上和设计指标相匹配。最终这款从2005年开始研制的五代机被迫宣布下马，这中间取得的成果只能转为技术储备。在五代机的研发上，瑞典不仅做出了样机，而且还能够让它完成了试飞，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了。为什么瑞典能够顺利研制4代机，却在 FS2020 这个项目上突然翻车呢？这不得不先说回瑞典研制的4代机鹰狮战斗机。那款战斗机并不是瑞典完全自主研制而成，我们在前面说过，它的电传飞控系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搞定的。飞机配置上的 F404 发动机和空导弹也出自美国。到了鹰狮改进型时，它采用了英国的航电配置，也就是说，鹰狮战斗机实际上是多个西方国家集体合作的产物。至于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国家要帮助瑞典，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现实。要知道，鹰狮战斗机出现在冷战前，而那段时间北约的各个国家都非常需要瑞典的战斗机在冷战前线替他们挡枪子儿。正所谓用你的时候我帮你是应该的，不用你的时候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它的 F35 用来压制俄罗斯的苏57完全没有问题，哪里还需要瑞典这个小伙伴的帮助呢？而且 FS2020 和他们自家的 F35出口市场重叠，本身就对美国造成了威胁，所以他宁愿帮着韩国去研制 KF21， 也不愿意支持瑞典的这款五代机。最终的结果是，瑞典因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买不到高科技产品了。即便它能够从其他国家采购现成的，但是市场上大部分同类型的产品都有用到美国的技术，难怪 FS2020 的发动机只能将就着。五代机的研发费用和3、4代机也没有办法相提并论。20年前的 F22， 它的研发费用就已经达到了280亿美元，这对于2021年军费只有 74.8 亿美元的瑞典来说，高出的不仅仅是一点点。瑞典 FS2020 的夭折再次把小国玩不转五代机证实了。想想也是，实力相对雄厚的一些法国都开始集中精力去研制隐形无人机，而放弃了五代机的研发，更何况是瑞典呢？然而 FS2020 下马的后果对瑞典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辛苦累积出来的技术断代，这个项目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面临着流失的风险。与此同时，前期的投资打了水漂，五代机市场也没有了瑞典的立足之地，这使得瑞典不惜把鹰狮战斗机生产线卖掉，也要研发 FS2020。只可惜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失败了。经过这次研发失败之后，瑞典也明白了寻求多国合作才是获得五代机的有效途径，所以他参与了暴风战斗机的项目。这个项目是意大利和英国联合研制，且由英国主导的。虽然号称是6代机，但是也只有5代机的水平而已。即便瑞典参与，这款战斗机也没有采用瑞典 FS2020 的设计。FS2020 恐怕也只能作为中小国家独立研制五代机的一个历史了。本期关于这款 FS2020 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